富人思维致富守则。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考拉书屋，我是 Kiki， 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职场和个人生活可以参考的读书笔记，希望你喜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巴比伦富翁》这本书，可以说是理财书的鼻祖。作者乔治·克拉森于1926年发行了此书，90年间被翻译为很多语言，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作者以古巴比伦为背景，用寓言体方式来解释他的理财观点，这些观点也受到了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推崇。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下书中的致富7大守则，然后是 Kiki 小分享。守则1，先让自己的荷包鼓起来。方法是把收入的1/10存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个月的收入是2000美元，那我们就应该把其中的200美元存起来。乍一听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做到。尤其是年轻人，大多数都是月光族。其实这是符合帕金森定律的。帕金森说，在预算之内，支出的需求会一直增长，直到所有的资源被用完为止。Kiki 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随着工资的增长，消费也在不断增长。没钱的时候买不是品牌的东西，稍微有了一点钱，就开始想要买品牌的东西。没钱的时候吃一般的小饭店，有钱的时候会去好一点的餐厅。收入增加了，不自觉的就会产生对更好的东西的渴望，而且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你呢，是月光族吗？还是善于存款的人？1/10的存款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如果拿日本的例子来说的话，虽然日本是一个有 pension 的国家，不过光靠 pension 的话，老年生活会非常拮据。要想老年过得好一些，需要2万到3万美金的存款。一般上班族一生的收入大概在2至300万美元之间。如果从年轻时就养成了把收入的1/10都存起来的习惯的话，就不用担心老年后的生活资金了。如果能把2/10都存起来的话，那就会过一个富足的晚年。守则2，控制支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把收入的1/10存起来，那剩下可消费的部分则为9/10。如果每个月的收入为2000美元的话，我们每个月用于消费的部分则为1800美元。为了把这些钱用在刀刃上，我们首先应该缩减不必要的生活成本。例如，看一看自己每个月手机的流量费是不是过高，自己交的保险是不是有用，车的维修费、停车费是不是合理等等。其次，我们要把自己的消费欲望排一个顺序。想买一台学习用的电脑，想买一个通勤用的包包，想吃一顿大餐，想看一场电影，想买一件时下流行的衬衫。把自己想要消费的项目罗列出来，然后按照重要性把它们排序。如果这个月可消费的部分，拿我们的例子来说的话，就是1800美元。它不能支付全部项目的话，就删除那些重要性低的项目。这有时需要我们发挥一下忍功。守则3，让自己成为多金的人。怎么样能成为多金的人呢？就是投资，让钱为我们工作，让钱来帮我们赚更多的钱。这个想法和清奇的富爸爸穷爸爸的想法是一样的。投资的方式有很多，基金、股票、房地产等等。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投资不是投机。有的人投资股票时总想一夜暴富，这是投机的思想。这样的人可能真的会一夜暴富，但大多数都是一夜倾家荡产。投资的话是看好一个有潜能的项目，在保证不亏掉本金的前提下，让资本不断增加。各国的投资环境不同，在日本大家比较喜欢的是指数基金。这种股票投资不是对单一股票的投资，而是证券公司把很多有名的股票捆绑到一起，
我们购买时会一起购入这些股票。因为是很多公司的股票组合，所以就降低了损失的风险。而且证券公司每天都会更新这些股票组合的构成，所以我们不需要每天坐在电脑前检查哪家涨了，哪家跌了，今天是购入还是卖出。指数基金这种投资是相对省事和稳妥的投资方式，而且这种投资的特点是短期内可能会有跌的可能，但是以5到10年的死棒来看，大多数都会获得收益。守则4，守护财富，避免损失。在这个部分，作者强调了2个内容。第一，不要把钱投入到自己不懂的领域。看朋友搞房地产赚了钱，自己根本不了解房地产市场，就跟风也买了一户用于投资的房产。不知道比特币、狗狗币的投资原理，听说赚钱就立刻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是很冒险的行为。如果想要做这些投资，就一定要懂得它们。作者说，我们投资时遇到不懂的事情，应该去听专家的想法和意见。专家可以是你身边的具有这些方面知识的亲人、朋友，也可以是专业的咨询顾问。第二，不要把自己的所有存款一口气都用于投资，多投多赚，一夜暴富，这种想法很危险。很多骗钱的组织经常利用人们的短期赚大钱这种低投入高回报的心理，引诱人们上钩。 Kiki 觉得消除投机心理，一步一个脚印的致富是最稳妥的。守则5，使你的房子成为一项有益的投资。这本书写于1926年，在那个年代居住的地方带来的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信息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不过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还是存在的。好的大公司大多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大都市，住在都市里自然更容易找到大公司高收入的职位。在生活层面来看，如果生活在一个购物、通勤方便的地方，可以减少我们在购物、通勤上消耗掉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周围再有些花花草草、山景海景，这些则可以让我们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放松一下心情，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进而给我们带来认真生活的 motivation。 经济学家恩里克·莫雷迪有一本书的内容为住处决定收入。 Kiki 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理解为，我们所在的环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除了生活品质以外的影响，周围的人的素质、价值观、品味、见识、学识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孟母择邻的道理也在于此。守则6，保障未来生活无忧。我们应该从今天就想好，我明年、3年后、10年后、20年后要过怎样的生活，要做哪些事情，然后有计划的存款，有计划的投资，保证自己的计划可以在有稳定资金的前提下实现。这事情听起来简单，但是能坚持的人其实不多。 Kiki 现在用的方法是定好了目标，然后开始记账，把每一笔收入和消费都记录下来，定期检查自己的现状和计划是否存在差距。其实现在有很多 App 可以让这些事情变得非常简单，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守则7，提高自己的赚钱能力。在介绍这个内容之前， Kiki 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如何定义有钱人？是有很多很多钱的人吗？Kiki 曾经认为有花不完的钱的人就是有钱人。不过在这本书中，作者定义的有钱人是可以让自己的钱变多的人，拥有财务知识的人。怎么样？听了这句话，会不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Kiki 读到这里时，的确眼前一亮，想到那些因为中了大奖、拆迁等一夜暴富，后来又回归贫穷的人，还有那些破产后
卷土重来，又重新创造了财富帝国的人，我就领悟了作者的话的真正含义了。世界在不断变化，谁知道哪一天会发生什么？只有有能力、有知识、有健康的体魄，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养活自己，都可以让自己变得富有。在《富爸爸穷爸爸》中也有提到，投资的时候要先投资自己，我们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资产，而且它既不会贬值，也不会消失。致富7大守则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1，先让你的荷包鼓起来，也就是把每个月收入的1/10存起来。2，控制支出。3，让自己成为多金的人。4，守护财富，避免损失。5，使你的房子成为一项有益的投资。6，保障未来生活无忧。7，提高你的赚钱能力。1和2是存钱的能力，3是投资的能力，4是守钱的能力，5和6可以看为用钱的能力，7为赚钱的能力。看过 Kiki 富爸爸穷爸爸视频的朋友应该有印象，这5个能力是 Kiki 总结出来的致富5能力。在今天的这本书中有一个小情节，阿卡德是巴比伦的大富豪，他教人们如何致富。当他给大家讲完这7个守则后，呼吁大家一定要把这7个守则付诸于行动，因为只有行动起来，才能让致富开始。Kiki 觉得我们马上就可以做到的是1和2，而且一定要记得实践7，因为可以让我们自己的钱变多。拥有财务知识的人才是真正的有钱人。好了，书中内容的介绍就到这里，最后是 Kiki 小分享。刚才提到了提高自己的赚钱能力，今天 Kiki 想说的是，如果你是上班族，如何利用工作提高自己的能力。首先，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不要盲目的为了找到一个工作或为了眼前的一份收入而找工作。尤其是20多岁的年轻人，你的第一份工作会影响你的工作观和对工作这件事认知的格局，除非是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委曲求全。其次，如果发现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不太对，尽早离开。今天的这本书中提到了居住地的重要性， Kiki 说这个居住地也可以理解为环境，工作环境也是环境，它非常重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算是我们抗黑能力极强，付出精力和时间去抵抗变黑，也是精神和时间的浪费。有什么比我们的精神健康和时间更宝贵的呢？最后，不要相信公司为自己制定的职业计划，要有自己的职业计划。无论公司怎么画饼，公司的职业规划是以工作需求为基准制定的，不是以员工需求为基准的。尤其是现在市场环境竞争激烈，公司对员工的需求一天一变，当我们的能力满足不了公司的业绩需求时，我们就会面对危机。所以，了解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提高自己的市场价值，有意识地利用工作中的机会提升自己，让自己不断地成长为可以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的状态，这才是最稳妥的职业保障。无论你将来是要继续留在公司还是自己创业。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你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点赞、订阅、留言、分享。Stay happy! See you!